而那邪修也被天地五行诛邪魔的最强一招中灰飞烟灭，不再存于世间。在这场10大神斩老与邪恶之灵的较量中，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，也让众人看到了丹神塔这10位神斩老的可怕。这丹神塔的底蕴果然无比恐怖。随着那道邪恶之灵的身影消失当场，10大神斩老们的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神色。他们知道，这场关乎丹神塔安危的战斗终于以正义的一方胜利而告终。这一刻，天地派系和五行派系之间的界限消失了，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只有摒弃前嫌，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力量。虽然平日里他们分为2大派系，会有一丝的相争，可是面对丹神塔的危机时，他们不再是对立的派系，而是团结一心的核心战力，共同守护着丹神塔的安宁。随着10色光芒消散，周围的空间慢慢恢复了原本的形态，万物也停止了扭曲，天地之威与五行之极随着战斗的落幕而分离开来。10大神斩老的气息再次回到了这个半道神的领域，现场众人惊呼声此起彼伏，个个都是带着震惊之色。这场面太过突然，太过惊人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。而这恐慌也未散去，那些4品药神则是面面相觑，他们的目光中透露出刚刚的这样的诡异事情发生，仿佛也在刚刚已经洞悉了那邪修的身份果然不一般，而且能够让那丹神塔的10大神斩老联手合力施展最强一招。这就说明了刚刚邪修的力量已经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威胁。在击杀了邪修之后，10大神斩老环顾四周，目光如炬，他们的身影在丹神塔的残阳中显得分外庄严。他们的实力皆是半道神，绝对的核心战力，无人能够撼动。10大神斩老们纷纷展开温和的笑颜，以慰藉那些受到惊吓的观众和那些前来参赛的炼药师。他们的话语如春风化雨，渗透到每个人的心田。今日之事的发生的确出乎意料，那邪恶之灵已被我们斩断，不过没想到这一届的炼神丹大会中，谁知竟有邪恶之灵潜入，幸好未对丹神塔以及众人造成毁灭之灾。不过想要剿灭丹神塔，邪灵之物根本没有那绝对实力。这届的炼神丹大会虽有波折，却也证明了丹神塔的正义力量。10大神斩老的言语之中既有威严也有安抚之意，随着神斩老们的安抚，原本紧绷的气氛如烟雾般消散，众人脸上的紧张逐渐被释然所取代。他们开始三三两两的交谈，声音中带着劫后余生的轻松一般，低语间充满了庆幸与感激，心中对丹神塔这等神州的顶级存在更加多了一份安全感。旋即现场的氛围再次进入到了比赛中。就在此时，10大神斩老的身影也是出现在了内塔之主的左右两边，神色也是无比庄重，等待着第1名的宣布。炼神丹大会虽历经波折，也终于尘埃落定。那么这第1名的最终胜者乃是萧炎的年轻炼药师，所炼制的是准神之5品天地生灵丹。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这枚丹药的功效，能够让4品药神之下的炼药师提前领悟天地间的灵气，可加快提升你们的炼药之术。这枚丹药也是萧炎的独作，今后也会在丹神塔中售卖。此时内塔之主拿着萧炎所炼制的天地生灵丹，他的话语如同一道指令，瞬间引爆了全场人的热情，掌声如雷鸣般响起，欢呼声此起彼伏。无数人将目光投向那位名为萧炎的年轻炼药师身上，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敬意和赞许。萧炎站在众人瞩目的位置，他的眼神坚定而深邃，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刻的到来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在这片掌声和欢呼中，萧炎的名字也在丹神塔以及诸神万界中传荡而开，将被永远铭记。观看台上的吴雪倩影如同飘逸的柳絮，轻盈飞跃，她的拳头在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，轻轻敲击在萧炎的胸膛上。这一拳看似随意，却蕴含着满满的认可与骄傲，仿佛在这一刻，他愿意将世间所有赞美的语言都献给身旁的男子。我看上的男人就是最强的。这句话在萧炎的耳畔回响，仿佛带着一种魔力，让他心跳加速。萧炎微微一咳，收敛起自己的尴尬，然后对着吴雪微笑回应后，目光再次投向内塔之主手中的那枚丹药。天地生灵丹表面光滑，散发着淡淡的光泽，它不仅仅是灵草药材材料与火焰的结合，更凝聚了天地灵力的精华。在这炼神药大会上，他以独到的见解和精湛的炼药之术，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作丹药。这不仅是一次强大炼药术的展示，更是一次自我突破的证明，证明萧炎在炼药之路上依旧可以不断的突破自身极限，直至成为最耀眼的那个人。获得炼神丹大会的第1名后，萧炎也成为了丹神塔塔主，那位传说中9品药神的亲传弟子，还有可获得一枚任意无上丹药，日后甚至还可以获得无上丹方。那么届时也会成为继9品药神后的新一任9品药神，登顶炼药界之巅。然而就在内塔之主准备宣布大会圆满结束之际，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依旧被定格，无法动弹。这一幕如同时光凝固，让整个现场的人再次陷入一片死寂。萧炎的目光中闪过一丝疑惑，他感受到了空气中微妙的变化，仿佛有什么力量在暗中作祟，而那力量便是从那道卷轴古迹中散发出来的。萧炎的神情微微一凝，便是感到事情有些不妙，联想到邪恶之灵为何潜入丹神塔，
参加炼神丹大会，想必不会是为了获得第1名，而是另有什么目的。而且这邪恶之灵已经被10大神斩老击杀，为何那限制内塔之主行动的诡异力量还存在？难道说那邪恶之灵没有死？内塔之主心头一紧，中间那卷轴古籍的最后一页，其中的邪灵画面动了一下，仿佛有无形的锁链缠绕着他的四肢，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息。他能感受到那股邪恶力量正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他，企图再次占据他的身体。他的眼神变得坚定，双手紧握，体内道法神力涌动，似要与这股邪恶力量一决高下。可是就是不知为何，自己的半道神力无法运转，被束缚着死死的。就在这一刻，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自卷轴古籍中爆发，冲入内塔之主的眉心中，像是一只邪灵之手紧紧抓住了他的神魂。内塔之主痛苦地呻吟一声，身躯微微颤抖，他感觉到自己的神识正在被这股邪恶力量吞噬，一点点地失去对身体的控制。师尊，10大神斩老发现，立马上前喊道，然而却被内塔之主叫住，不要过来，我被这卷轴古籍中的邪灵力量束缚了，正在吞噬我的神识，一旦触碰到我，你们的神识也会被这股邪灵力量吞噬。可以看得出来，此刻的内塔之主面庞扭曲无比，他试图与邪灵力量抗衡，可是他还是太小看了邪灵力量，因为这卷轴古籍可不是普通之物，因为在这里面隐藏着一股极其可怕的能量，这股可怕的力量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内塔之主本身的力量，所以相信很快内塔之主将会支撑不住了，他的神识一定会被彻底的占据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闪电划破长空，似是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要从这片天地中走出来。内塔之主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竟然会被那邪恶之灵摆了一道，使得自己根本无法脱离卷轴古籍的束缚。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恐，他知道如果不能尽快找到对抗这股邪灵力量的方法，自己将永远沦为一个被操控的傀儡。内塔之主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开始默念古老的咒语，希望能借助自己所领悟的道法力量驱逐这诡异无比的邪灵力量。然而这道卷轴古籍中竟是发生了变化，一道黑光从中射出，直至天际之上。轰！一道巨大的恐怖之声在丹神塔上空响起，黑云汇聚，充斥着无尽的诡异气息，甚至那处空间仿佛被撕裂了一道口子，一股强大可怕的力量从那道裂缝中爆发出来，似乎一道极其可怕的东西即将降临到这片天地间。内塔之主的脸色苍白如纸，他终于明白自己所面对的并不是刚刚邪恶之灵那么简单，现在即将出现的才是真正丹神塔的敌人，更是颠覆整个丹神塔的恐怖。突然间，一道刺眼的光芒划破重重黑云，犹如利剑撕裂黑暗，将那深不见底的恐怖映照得愈发清晰。黑暗之中仿佛有着恐怖神秘的力量在觉醒，蕴含着无尽的毁灭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所吸引，心中顿时升起了不安，甚至感觉到了一丝危机。内塔之主深吸一口气，挺直了脊背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然后对着10大神斩老沉声道，准备迎战，丹神塔的真正敌人要来了。10大神斩老个个神情凝重，没有保留一点实力，爆发出了属于他们的全部力量，准备迎接这场可能颠覆整个丹神塔的大战。在这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，每一个呼吸都充满了沉重的分量。而在这片天地间，一场关乎丹神塔命运的较量即将拉开帷幕。萧炎的双脚之下，大地似乎都在颤抖，他也已经感觉到了此次的变故似乎不简单，因为这更像是蓄谋已久的计划。而且从这股弥漫着恐怖气息来看，来者应该至少都是超越半道神之上的大能。如今内塔之主被控制住了行动，唯有10大神斩老是目前的最强前锋战力。可如果对方真的是一位大道主神实力，对于丹神塔而言有着不利。就在萧炎还在分析双方各自的优劣之时，在那片虚无的空间之中，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力量悄然凝聚，伴随着阵阵空间的颤动，一道深邃莫测的魔影缓缓显现。这道魔影仿佛包含了无尽的黑暗与混沌，它的出现使得四周原本虚无的空间仿佛被赋予了毁灭的倒计时，就连天地间的玄妙道义之光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如同众星捧月般环绕在魔影周围。这道魔影仿佛蕴含着无穷的玄妙，它的气息愈发强大，强大到足以大道巅峰的主神都心生畏惧。这是只有实力达到了大道之极限时才会有的压迫感，以及出现天地间的玄妙道义、众星捧月的意象。然而在这股强大力量的背后，却隐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黑暗气息。这股气息如同一条无形的毁灭黑龙，在空间中游移，吞噬着一切光明与希望。突然，那股黑暗气息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，化作一道璀璨至极的灭神魔光。这道灭神魔光如同毁灭混沌，直冲云霄，其势不可挡，直指内塔之主。空气中传来了紧张至极的呼吸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一幕上，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了。他们瞪大眼睛，无比的震惊。所有现场人都是感受到了无尽的压迫感，他们的神魂仿佛不受控制，更是出现了自毁的现象。内塔之主面对着那道毁天灭地的灭神魔光，神色凝重。如果被击中的话，他相信自己的半道心必当破碎，殒命当场。可是他的身体被卷轴古籍的邪恶力量束缚，根本动不了。
危机时刻，10大神斩老联手再一次施展出天地五行诛邪魔的恐怖力量，10色神光柱冲天而起，如同擎天之柱，将天空染成了缤纷的色彩。神光中蕴含着天地之威和五行之极的力量，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。10大神斩老联手施法，每一位神斩老都全力以赴，脸上写满了坚定和决绝。刚刚能够施展这一招击杀邪恶之灵，那么这一次也同样可以。然而灭神魔光的力量超乎想象，根本无法撼动其丝毫极，更是瞬间将10色神光柱笼罩吞噬。